我妈马上到了，你把你的破卤味店关了，回家照顾我妈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去哪儿？避嫌。什么？周成，去年我妈做胃部手术，我求你去医院帮我顶2天夜班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女婿给丈母娘陪房不方便，得避嫌。然后你收拾了铺盖和游戏机，躲去公司宿舍，整整1个月，真巧。儿媳妇儿给婆婆洗澡换尿不湿，我也觉得别扭。为了避嫌，我也出去躲1个月。苏木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该走你就别回来了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苏木呢？死哪儿去了？没看到我这腿摔断了，需要人伺候吗？妈，那什么，苏木他去外地进货了，店里走不开。进什么货？他那个破卖熟食的能赚几个钱？能有照顾我重要吗？你马上打电话叫他滚回来！我这腿，医生说了，每天得用热毛巾铺，还得按摩半小时，不然以后瘸了怎么办？你想让你亲妈下半辈子坐轮椅？周成的噩梦正式开始了。烫死了！我说了45度，你耳朵聋了？汤呢？熬了1个小时了还没好，你是不是把我鱼煮糊了？儿子，我腿又疼了，你过来帮我翻个身。小心点儿，别洒了，洒了你自己擦。苏木，你特么是不是死了？3天，他给我发了整整3天的语音轰炸，每条60秒，条条满格。我数了数，一共47天。苏木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那是我亲妈，你怎么能把一个骨折的老人丢在家里不管？家里臭得跟垃圾堆一样，我连请3天假，全勤奖都没了。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你那个破卤味店到底有什么好开的？一天赚的2、3个钢镚，值得你连家都不要了吗？古人都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一个当儿媳妇的，成天去摸婆婆的大腿根儿，给她按摩洗澡，这多不合适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平时不是总嫌弃我身上有卤肉味儿，说我一身下等人气息吗？我怕熏着你妈那高贵的鼻子。至于我的破卤味店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周末刚接了个社区团购的单子，纯利进账3800。你那个破全勤奖没了就没了呗，反正你1个月零死累活也就8000块，还不够我这几天切牛肉赚的多。我妈骨折卧床，需要人全天照顾，端屎端尿那种，有没有靠谱的护工？最好尽快能上岗的。这种属于重度护理，起步价1天250，不含餐费，1个月下来差不多7000左右。7000，有没有便宜点的？有啊，普通护工1天180，但脾气大的老人容易投诉，护工说走就走，我们不负责调解。什么？1个月7000块？那护工是金子做的吗？绝对不行！这钱够我打多少局麻将了？还是得让苏沫回来。她是咱周家的媳妇儿，伺候我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他把电话挂了，现在连微信都给我拉黑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他那个卤味店跑不了吧？你推我去，我就不信他不露面。我倒要看看，当着他那些老主顾的面，他敢不敢对他残废的婆婆见死不救？我要让他在这个街区彻底身败名裂，以后连生意都做不下去。推我过去，现在就去。老板娘，我那份好了没？等半天了。马上，前面就2位了。造孽啊！老天爷，你看看啊，这就是我们周家娶回来的媳妇儿。婆婆瘸了她不管，只知道赚黑心钱。老天爷呀，你怎么不降个雷劈死这个不孝的畜生啊！既然你们非要来找死，那老娘今天就教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身败名裂。各位街坊邻居、老主顾们，既然我老公和我婆婆今天非要来搞个公开审判，那大家就都别排队了，先过来听听这桩千古奇闻，给我评评理。苏沫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闭嘴！你都不怕丢人，我怕什么？各位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合法领证的老公，某公司的高级行政，1个月工资8000块。我呢是个卖卤味的，起早贪黑，1天净利润1200到3000不等。现在他妈摔断了腿，需要人伺候，请个金牌护工，1个月7000块。
他周成舍不得掏这个钱，非逼着我关掉一个月赚好几万的卤味店，回家给他妈免屎端尿。哎呦，一个月8000的，让一天赚2000的关店，这男的脑子进水了吧？舍不得出护工费，就断老婆的财路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钱，你眼里只有钱。那是我亲妈，是你婆婆，你伺候她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跟忽悠能一样吗？天经地义。去年我妈查出胃部肿瘤，做手术住院半个月，我当时店里走不开，求她去医院帮我顶2个晚上的夜班。她是怎么说的？她说女婿给丈母娘陪床不方便，要避嫌。她说男人进病房端屎端尿会沾染晦气，破坏了她的财运。然后她连夜收拾铺盖躲去了公司宿舍，整整1个月连个人影都没露。怎么？现在轮到你妈瘫在床上了，你怎么不避嫌了？怎么不嫌你妈拉的屎有味气了？你那么孝顺，你怎么不辞了你那8000块钱的破工作回家尽孝？呸！什么玩意儿？吃软饭还要立牌坊的白眼狼！拿老婆当免费保姆，丢不丢人啊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儿子可是坐办公室的白领，你一个卖熟食的下等人，伺候我怎么了？坐办公室的白领，妈，您怕是忘了，您儿子现在住的这套房子，首付是我卖了3年包子攒的，没有我这个下等人。你们母子俩现在还在城中村租地下室呢。苏沫，我杀了你这个泼妇！你敢动一下试试？这锅老汤和牛腱子成本价5800，你今天敢掀，我就敢报警抓你寻衅滋事，破坏他人财物。顺便我会拿着立案回驻当去起诉离婚，让你在拘留所里收法院的传票。周成，我忍了你3年，不是因为我欠你的，是因为我以前瞎了眼。现在我清醒，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让你连那8000块的破工作都保不住，你信不信？护工我已经帮你们联系好了，1天250，电话发你微信上了。从今天起，别再来烦我。至于房子和离婚协议，明天我会让律师直接发到你公司。现在带着你妈给我滚！刚才排队的大哥，您的半斤牛腱子，我这就给您切。苏沫，你带这么多人回来干什么？想打架吗？把客厅里那台液晶电视、卧室里的真皮床垫，还有书房里的电脑全部给我搬走。你敢？你敢？那是我们的家，那是给我儿子买的东西。你的家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上面只写了我苏沫一个人的名字。当初买房的首付是我卖包子1分钱1分钱攒的，婚后的房贷也是我那个卤味店在还。周成，你那点工资除了给自己买西装打游戏，什么时候往这家里贴过1分钱？去年我爸来治病，你说上门女婿要尊严，嫌老人在家碍事，逼着我爸妈去住50块1晚的地下室。那时候你觉得这房子是我的，恨不得划清界限。现在你妈断了腿，这房子又变成你们的了。天底下的好事儿，怎么全让你这软饭男给占了？苏沫，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没离婚，这是婚内财产，你没有权利单方面赶我们走。对，没离婚就是一家人，你搬什么搬？离婚协议书就在这儿，签了，我给你留点面子；不签，周先生，根据我的纸填人提供的银行流水，您婚后不仅没有对家庭资产有过贡献，甚至还多次挪用家庭公款支付您的个人高额消费。如果走法律程序，这房子您1分钱也分不到，甚至还得偿还挪用的公款。另外，关于您昨天在闹市区意图破坏苏女士财产的行为，我们已经保留了监控录像，随时可以起诉。搬，给我彻底搬空！丧良心呐，儿媳妇杀人了！妈，别喊了，我这房子庙小，供不起您这位大佛。既然周成那么孝顺，非要亲手伺候您，那我就成全他。成交的农民房我已经租好了，房租3个月付清，那里通风好，邻居实在，最适合避嫌了。苏沫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居然让我们去住农民房！半个小时，搬的只剩4壁白墙。周成，你昨天在街上闹事的视频被传到公司大群了。老板说了，我们这种高级行政岗位不需要一个连自己家事都处理不好，甚至还有厌女和骗婚倾向的员工。但这
仅仅是开始。3天后，民政局。我以为翻这一页会很沉重，没想到比签快递单还利索。那件我洗了3年的衬衫，领口结了一圈油渍。原来一个男人离了老婆，会邋遢到这个地步。2份都要签。周先生，净身出户这一条您再确认一下。我签。苏木，我真的错了。如果那天我没让我妈搬过来，如果我不提避嫌2个字，苏木，我们是不是还能回到从前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周成，别侮辱从前2个字了，去伺候你妈换尿布吧。你是大孝子，这事儿谁也替代不了。离婚第3天，有人以为我会躲在屋里哭，不好意思，我的第3家分店今天开业。苏老板，姐妹们都来了，给你捧场。恭喜恭喜，3家分店了啊，这才叫扬眉吐气。好名字，目光，以后这条街最亮的就是你家。女人啊，就该像太阳一样亮堂，别再给谁当背景板。老板娘，还是老规矩，半斤牛腱子切薄点，给我来一份招牌拼盘。听说今天开业8折。8折，老辅助再加半斤，我送一份卤鸡爪。3年前，我攥着皱巴巴的零钱一张张数。3年后，我看着数字一声声响，这声音比周成说过的任何情话都好听。哎，苏老板，我说这事儿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这店名怎么改了？以前不是叫苏记老卤吗？好端端的咋换了？以前那个苏记是我爸传下来的招牌，用了半辈子。现在我要让他跟着我姓，但也得沾点光。过去3年，我就是卤锅底下那一撮火苗，烧得再旺，锅盖压着，没人看不见。他们只看见端上桌的那盘肉，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。现在锅盖掀开，这团火我要让全世界都看见。研究新配方，谈新客户。我的下一个目标，社区团购，全市300多个小区，10万户家庭的饭桌，我都要端上去。你说，男人进病房端屎端血会沾染晦气，先改热门的不改人肉。这不是我吗？一夜之间，我成了网红，加盟的、求配方的，本地大 V 要来探听的，消息像雪片一样砸进手机。别人的关注不是福气，是流量，流量是钱，而钱是我现在最想要的武器。300个小区，10万个家庭，我的第一通电话该打给谁，我心里有数。第2周的周末，别人过周末，我带着2盒亲手卤的菜，敲开了全市最大社区团购平台的门。方总监您好，我是目光卤味的苏木，冒昧登门，2盒卤拼，请您先尝尝。苏木姐，我等你等了1周了，请坐。苏木姐，我看过你的视频，那条手撕软饭男的，我反复看了5遍。坦白说，今天请你过来，我不只是冲着你的卤味来的，更是冲着你的流量来的。你现在的个人 IP 非常有价值，价值这2个字像一记闷棍，砸在我心口最深的那个地方。3年，周成说了我3年。一个卖熟食的有什么价值？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认命吧。你的意思是？意思是我们不仅想上架你的产品，我们想包装你这个人。我们平台70%用户是25到45岁的女性，她们最吃什么样的故事？独立、逆袭、真实、有力量感。苏木姐，你全部符合。你不需要编故事，苏木姐，你的经历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。当然，最终决定权在你。如果你不愿意把私事拿出来讲，我们也可以只合作产品线，这事儿你说了算。方总监，没什么不愿意的，那些事儿本来就是我经历的，藏着掖着反而显得我心虚。既然有人愿意听，我就敢讲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故事只是引子，最终让人记住目光卤味的，必须是我那一锅老卤的味道。我要靠味道留住人，不是靠卖惨。成交。苏木姐，我有预感我们会合作的非常愉快。我也是。苏总上线了。1周后，目光卤味正式入驻城北优选。真的是你！我的脸第一次挂在了全市300个小区的 APP 首页。我做了一个反常规的决定，关掉门店零售，所有产能只供团购，因为我要的是整张棋盘。后厨的炉火24小时不灭，我和2个学徒3班倒，那口老卤锅咕嘟咕嘟的冒着泡，整个后厨
像一台昼夜不歇的印钞机。苏木姐，数据炸了！苏木姐你在吗？你快加后台，你快看，复购率67%。苏木姐，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？我们平台卖了3年生鲜，行业平均复购率才38%，你这是爆款中的爆款，碾压！老伙计，咱们成了。挂掉电话的那一刻，我没有笑，也没有哭，我只是推开门，站在了凌晨4点的街上。扫街的环卫工，送奶的小哥，昏黄的路灯，凌晨4点的这条街没变，一点都没变。3年前我攒够了首付，以为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家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个家从来没属于过我。可是今天这3家店账上这6位数，是真真正正属于我一个人。苏木啊，你是真的不知道吧？你那个前夫周成现在那叫一个惨。他被公司开了以后啊，先去送外卖，你猜怎么着？干了半个月，被投诉3次，平台直接封他账号。一个送外卖的都被投诉到封号，你说这是不是人才？其实吧，最惨的不是他，是他妈。我听隔壁房东说，王翠花那条腿彻底废了，因为一直没做康复训练，肌肉全萎缩了。现在啊，连轮椅都坐不稳，只能躺床上。周成每天下班回去得给他换尿布、擦身子、倒屎盆，母子俩天天吵架，屋里那味儿啊，房东都说受不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房东下个月不租给他们了，要被赶出来了。我手里的笔顿了一顿，不是因为心疼，是觉得讽刺。医生当初说的清楚，轻度骨折，只要好好护理，坚持康复训练，3个月就能下地走路。可他呢？既舍不得花钱请护工，又拉不下脸亲自给他按摩，每天就是给1碗饭倒1杯水，以为这就叫尽孝。王翠花骂他，他就躲出去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。3个月拖成半年，急性损伤拖成永久残疾，这就是他们母子俩最想要的亲情，互相拖累，谁也别想好。苏木，你给我说点什么？说什么？账还没算完。苏木啊，我说句你别嫌我多嘴，你真的不去看看？看他怎么给他妈换尿布吗？那是他亲妈，他伺候天经地义。我一个外人得避嫌。避嫌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苏木，你这张嘴，当初他就是这么说的啊！当初他就是用这2个字躲你妈一院子啊！报应，报应啊！这就叫报应不爽啊！开业半年后的一个傍晚，那天我刚从第4家分店的选址现场回来，雨下得很大，回城的路要穿过城中村外面那条土路。我本来没打算放慢车速，是周成，他比离婚的时候又瘦了一大圈，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胡子好几天没刷。那件黄色的外卖服被雨浇透了，紧紧贴在身上，整个人像一根被抽干了水分的枯树枝。他没认出我的车，也是新的 SUV， 新的车牌。离婚那天开的那辆旧面包车早就换了。他忽然双手捂住了脸、肩膀，剧烈的颤抖起来。雨声很大，我听不见他的声音，我只看见他的手指缝里不断有水珠滴下来。我应该心疼吗？我以为我会的，可是此刻我的心跳一下都没有乱。我收回视线，踩下油门，我没回头，我也没难过。28年的人生教会我一件事，那些让你流过泪的人，你只需要开过去就行了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屋子里就我一个人，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。闺女啊，人这一辈子，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记住妈这句话。17岁的我不信，22岁的我还不信。我以为只要我够善良，够忍耐，够付出，总能捂热一块石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石头是捂不热的，它不会因为你够善良就变软，也不会因为你够温暖就回暖，它只会一点一点演，吸走你手心的温度，然后依然冰冷。周成今天跪在雨里哭，不是因为他后悔伤害了我，他是在后悔失去了一个不要工钱的保姆，一个每月帮他还房贷的老婆，一个用切猪头肉的手给他买2000块西装的女人。他哭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方言，我正在看装修单，什么事？苏木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城北优选下周6办年度供应商大辩会，我们 CEO 亲自点名，想邀请你作为年度新锐品牌代表上台发言。会展中心宴会厅
300多个供应商，全省的，几十家媒体记者，还有市商务局的领导都会到场。苏木姐，你答不答应？发言，方言，我说什么啊？我又不是什么大老板，我就是个卖卤味的。300个供应商，市商务局领导，我怕我到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苏木姐，你不需要是什么大老板。苏木姐，你知道我们平台这么多供应商 ，CEO 为什么偏偏选了你吗？不是因为你销量最高，不是因为你复购率最高，是因为你的故事最有力量。你代表的不是一家卤味店，你代表的是那些被婚姻困住的女人，那些被家庭绑架的女人，那些被贤妻良母4个字压得喘不过气的女人。你从那个坦蓝里上爬出来了，还漂漂亮亮的。苏木姐，他们需要看见你。这辈子我一个人扛过太多事，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他们需要看见你。好，我去，从今天起不再只是我自己，我代表的是所有卤锅底下那些被盖子压了半辈子的火苗。周六晚上会展中心宴会厅，这是我30岁走过的第一条红地毯。放松，我就在你下面第1排。我这辈子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稳。下一位演讲者来自目光卤味创始人苏木女士。大家好，我叫苏沫，我是一个卖卤味的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的卤味做得有多好，当然确实做得挺好的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想告诉所有和我一样的女性一句话：你的那口锅不必只为别人熬汤，你也可以用它熬出你自己的光。掌声像海潮一样涌上来，我没有退后，我稳稳地接住了。我看见了方言的眼眶红得像樱桃，我看见了和我一样做食品的女人在偷偷擦眼泪，我看见了商务局的那位女领导郑重地对我点了点头。可是今晚的我站在这里，想对3年前那个他说一句：你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在最黑暗的那一刻，你选择了拿起刀，而不是跪下。宴会散场，我一个人开车回家。城市的夜很长，也很安静。开到城中村外那条土路时，我下意识地松了油门。洗个衣服都洗不干净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你看看你那窝囊样，老婆都看不住，活该你一辈子受穷。我没有停车，我打开音响，放了一首欢快的歌。方向盘一转，我拐上了通往新店的路。前方灯火通明，